毛利小五郎怕不是精神分裂吧？靠谱起来跟开了美颜似的，日常生活又让人两眼一黑。飞鹰你到底是怎么爱上这么个精神分裂患者的啊？他胆小的时候藏小朋友身后，胆大的时候又能舍身相救，平时又像脑子生的锈，活生生的就是个老六。盘点这个奇葩侦探的胆量，他害怕起来能把柯南团成骨灰给扬喽。为了调查案件，毛利大叔和柯南来到荒废的别墅，这里属实有点阴森。突然木门打开，毛利大叔被吓得一蹦3尺高，瞬间躲柯南身后，这胆子也太小了吧！你看他这姿势，熟练的让人心疼啊！俩人刚调查完，别墅外边又来了一伙人，毛利大叔把柯南扔出去吸引火力，自己开上车想接柯南逃跑，结果这租来的车当场抛锚，他真是干啥啥不行，惹事儿第一名啊！白天三人组听寺庙老和尚讲了恐怖传说，晚上小兰害怕的睡不着，他叫起毛利大叔和柯南陪他上厕所，深更半夜背后突然出现诡异人脸，毛利大叔吓得发出杀猪般的嚎叫，结果发现这个人是小兰，1.8米的大汉被吓成这样，他都没脸见人了。毛利大叔租的车子又一次抛锚在路上，小兰本来就害怕，柯南和毛利大叔还讲鬼故事吓唬他，外面又起了大雾，最后三人无奈只能下车寻找援助。毛利大叔嘴上说着不怕，可他这脖子都快缩进胃里了，下意识做出的动作可骗不了人啊，害怕就直说，刚才吓小兰的时候估计连自己也给吓到了。毛利大叔吃了别人的巧克力，结果旁边刚吃完巧克力的女人痛苦的捂着脖子倒地，毛利大叔上前确认对方死亡，想到自己也吃了同款巧克力，他的脸色一瞬间变化五颜六色，发现自己没事儿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就算害怕，这表情变化也太吓人了。毛利大叔坐私人直升机，他本来就恐高，再加上驾驶员突然看不见了，飞机在天上摇摇晃晃，最后由柯南接管飞机，毛利大叔坐在后座看小学生开飞机，掌握他的生死，当时就汗流浃背了，他还不想死啊！这些事件侧面说明毛利小五郎有些不靠谱，但他发现凶手可以一击必杀。可你要说他靠谱，他又在女儿和孩子们作为人质的情况下给出错误的推理。你说他怕死，他在车上有炸弹的情况下想要牺牲自己拯救女儿。你说他不怕死，他以为食物有毒的时候脸都吓绿了。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毛利小五郎是柯南里为数不多的活人，生活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都有自己的小心思，怎么可能人人都完美呢？他邋遢胆小，作为侦探也不太合格，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曾经是警队神枪手的事实。他为救老婆克服恐高，爬水管制服歹徒，他为救女儿宁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，他为了家人不被报复放弃最爱的刑警职业，宁愿被人称作废物侦探，他从来不为自己辩解，所有的爱都付诸到了行动上。这或许就是一个中年男人表达爱的方式。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自己的老爸，或者看看自己的老公，没有老公的可以不看哈，他们可能嘴巴不会甜言蜜语，但在行动上已经把爱都表达出来了。